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先从2条和加拿大相关的新闻说起。有意思的是呢，这2条新闻呢，它都和华为有关系。前天呢，是加拿大的农业和贸易部长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就说中共当局解除了对加拿大2家最大的谷物加工厂，叫做理查森国际公司，还有叫做维特拉公司的油菜籽的长达3年的进口的禁令。那么这项禁令呢，它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3月，当时呢是加拿大扣押并且逮捕了华为那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嘛，引发了这个中共猛烈的报复。那么当时中共呢是以验出了有害生物为理由，接连的撤销了这2家公司的油菜籽的进口许可证，就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么另外一条新闻呢，它是加拿大政府在昨天宣布的。就说在加拿大本国的5G 这个移动网络中呢，将要禁用华为和中兴这2家公司生产的设备，从而呢，使得这一项持续了近4年的安全审查最终就是尘埃落定了。而随着这个决定的做出呢，加拿大成为5眼联盟中最后一个禁用中共5G 通讯设备的成员。这2个消息的公布它前后相差就是不到1天时间，可以说几乎是同步的推出来的。那么对比之下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苗头，就是今天拳打欧美，明天脚踢日韩的中共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战狼横行的中共，他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陪着笑脸还要挨打的这么一个角色呢？而且这个陪笑脸的对象他还仅仅只是被视为美帝附庸的加拿大的那个土豆总理，对吧？这个对总是想代表14亿人的感情，也总是要受到伤害的中共来说，它显然就不太正常。因为这个例子呢，它非常生动地演示了东升西降这个自吹出来的肥皂泡，它是如何这么轻易的就破灭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呢折射出来，中共当前这种经济外交的环境它究竟有多恶劣，而中共对西方这种动真格的制裁它究竟有多忌惮。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几乎占据了所有媒体头条的一条新闻，就是中共要求高官剥离海外资产，那么就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中共它的恐慌的所在了。这条新闻呢，它是《华尔街日报》在昨天刊发的一篇独家报道，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中组部在今年的3月份有发布了一份内部通知中，宣布了一项禁令，就禁止中共部级及以上的官员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呢，直接或者间接的持有海外房地产或者海外注册实体的股份。此外呢，这些高官及其直系亲属呢，也将被禁止在海外的金融机构中去开设账户，除非他们有合法的理由，比如说学习或者是工作等等。那么这个报道还说当局将禁止提拔那些配偶或者子女在国外拥有大量资产的高级干部，目的呢是防止未来受到类似针对俄罗斯那样的大规模的各类制裁的影响。而且呢，这份报道他还表示说，目前尚不清楚该禁令是否具有追溯力，也不知道这个禁令是否会对外公开。但是呢，据这个相关消息人士的说法呢，高官们必须都要签署一份承诺书声明自己会遵守这项新的规定。那目前呢，已经有部分高官的家庭成员出售了他在海外公司的股份了，表示呢要遵守相关的规定。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它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啦。很多舆论呢都在第一时间就把焦点放在了台海，就是猜测呢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共很快就要对台湾动手啦就像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嘛。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一个研究员叫做马克思布特的，他呢当即就在这个推特上面有转发了这个华日的报道，然后就提了一个问，说中国正在使自己成为攻击台湾后更难以施加金融制裁的目标吗？也有的分析人士呢，把这个消息与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在4月下旬的一篇报道把它给联系起来，就认为中共的这个举动呢，它是为了入侵台湾而在进行一种未雨绸缪的动作。
因为《金融时报》它当时的报道呢就说了，说中共的监管机构与央行啊、财政部等等紧急召集了数十家中外银行的高管来开会。开会干什么呢？就是商讨如果发生了地区性的军事冲突等危机的话，那么中共将来如何逃过国际制裁。当然很显然了，这里提到的地区性军事冲突，它当然就是暗指入侵台湾了。那么这种判断它有没有道理呢？我觉得不能够说这不是一种合理的推断，但是呢，这个因素它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至少在当前这个阶段它还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要来留意一下，就是这条禁令出台的时间。因为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这条禁令呢，它是在今年3月份出台的。虽然它没有提到这个更具体的哪一天的时间，但是呢，在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共它的确是曾经面临了一个很有可能被大规模制裁的高危时刻。这个就是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大批军事和经济援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还留有印象，当时呢也是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爆料，就说这个俄罗斯呢，他已经要求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包括这个军援、一些导弹、无人机、装甲车等等，甚至还包括军队的口粮。随后呢，又继续的报道说啊，在美国国务院发给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很多的电报之中呢，美国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欧洲和亚洲这些盟国，说这个中共呢是蠢蠢欲动，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其入侵乌克兰。这个爆料在当时它就已经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的，对吧？美国随后就连续的通过沙利文和拜登这2个层级的中美的高层沟通的机制，向中共是提出了非常直接、明确而且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在那个时期啊，可以说它就是美欧准备对中共施加与俄罗斯同等级别制裁的这个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了。所以在那时候啊，中共党内它出台了这样的一条禁令，它很大一部分因素呢，应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制裁所采取的一种紧急的措施。那个时候的习近平，他的确是曾经考虑过要军援俄罗斯的，因为当时啊，正是这个俄罗斯闪电战不是破产嘛，俄军在围攻基辅而不得，这个水温呢，它都烧到了99度了，就差最后一把火把它给烧开，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时候。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习近平他出台这样的一条禁令，也可以说是一种一箭双雕的手段。就是一方面呢，当时这个战争的形势不明朗，但是总体上俄罗斯还是占据上风的。中共他不得不认真的考虑，如果说援助了俄罗斯，那么是否就有可能一鼓作气拿下基辅，从而呢一举奠定整个战场的胜局。但是呢，它也必然会让中共因此而遭到制裁，所以当局呢，他必须为此来做一些准备。那么另一方面呢，习近平啊，他也是借此机会在强制党内高层剥离那些海外的资产，然后迫使这些资金呢都回流到大陆。反正就是肉烂了都在锅里嘛，它总比放在海外被没收了要强。同时呢，它还可以顺道就掌握了所有这些省部级以上高官的资产的详细情况。也就是说呢，愿意遵守这个禁令剥离资产的呢，他就等于自己把他贪腐的这个把柄呢，主动的交到了习近平的手中。而不愿意剥离海外资产的那些人呢，他就失去了被提拔的资格，就等于自动退出了20大的人事争夺。这个对他争夺这个20大的人事卡位权的主导权，它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我们就这条禁令本身的要求来看呢，你看习近平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要追杀到底啊，说一定要追回这些贪官的这个资产，他只是说禁止提拔。大家注意，这个才是他关心的重点所在。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贪腐，尤其在高层更是个个都是家财万贯，他对这一点其实是一清二楚的。习近平如果他非要去追究这个高层群体的海外资产啊，这些来龙去脉，他要反贪到底，那么他就等于是对中共的权贵集体的宣战了，这个无异于是自杀一样。
所以呢，他只是利用了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契机，人为的来设置了一个门槛儿，来获得自己在20大的人事安排上的一个主动权。也就是说，让所有想争夺20大人事卡位的人呢，你要么自己交出一份投名状之后你再进这个门，要么你就自己留在门外。同时呢，这个举动呢，它就等于是改写了20大人事安排的一个游戏规则了，对吧？党内此前延续了多少年的那个明规则也好，潜规则也罢，它基本上呢都被这条禁令一票就给否决掉了。所以从这里看呢，习近平他这个禁令的重点，他依然还是在于应对俄乌局势和这个20大的人事安排，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至于说入侵台湾呢，从长远的一个战略目标上来说呢，它也是包括在内。毕竟呢，这个也是习近平的既定目标之一嘛。但是至少它在当前呢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反过来说啊，那么这个禁令呢，它也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有利于习近平强化对整个高层官员的一种集体的控制，使他获得在人事领域的主动权，但是呢，它同时也有可能大大的加剧官僚群体对他的这种反对与仇恨，这个使得他呀可能因此而遭到更大的阻力。我们看到近期海内外关于这个李升习降的这个舆论持续的火热，是吧？习近平他也是破天荒的祭出了对退休元老们的一个封口令，恐怕呢他就与这条禁令是步步关系的。至于说这个李升习降的传闻呢，我近期在连续的几期节目中都有和大家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了。这个结论呢，就是习近平他尽管受到了空前的逼宫的压力，他不得不让渡了一部分经济的话语权，但是呢，他主要的权力根基仍然是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的。最新的这个在网络热传的关于李升习降的这个证据呢，它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李克强去云南考察不戴口罩，还有就是人民日报的头版连续2天都出现了习近平缺位的情况。我们客观的说啊，这2个事实它的确反映出来习近平他的声望在近期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不等于说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利。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就是李克强去考察云南大学呢，他周边的这些学生啊、群众等等全都不戴口罩，也包括李克强本人嘛，连他的保镖呢都是把那个口罩拎在手上。当然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精心的安排了。这样的画面呢，它和北京、上海等风尘亲临的地区啊，那个鸡飞狗跳的一片白色恐怖，它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对吧？它明显的呢就是在故意的挤兑习一尊的这个清零政策呢，他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呼应金三胖的那个非科学的恐怖比病毒本身更可怕，对吧？正因如此，虽然这个央视新闻的这个新闻联播，它不得不按照规格嘛，按照规定，它用了3分钟时间来报道李克强去考察云南，但是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李克强的这条新闻它依然是遭到了大规模的屏蔽。像总理在云大和这个总理亲临云南大学等多个话题，在新浪微博就被迅速的屏蔽掉了，包括微信也对相关的内容都加强了这个审查。至于说这个习近平他在5月17、18号连续2天有缺席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这个呢，它其实难以成为习近平已经失势倒台的证据。我们在此前就和大家有分析过，就说我们仅仅查看一下在3、4这2个月份的人民日报的头版呢，就会看到这每个月呢，习近平他都会出现那么2、3次不在头版的情况。实际上呢，还真有人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是量化的研究。香港大学一个团队，他们就专门的统计了从2012年的11月，也就是习近平刚刚正式上台，一直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之内啊，习近平缺席人民日报的头版的数量加起来，它总共有接近500次。那么在2013年呢，这样的这种头版有111次，2014年是74次，2015年呢稍微高一点是97次。
到了2016年，也就是习近平呢被定为是党内核心的那一年呢，习近平完全缺席这个人民日报头版，他也有88次。到了2017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缓慢地减少了一些，有73次。这份研究报告呢，他们还发现啊，从2016年到2017年，就是平均每个月习近平缺席头版是6到7次，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但是到了2018年呢，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声望达到了最高峰了，他平均每个月就只有1.6次缺席头版。而从2018年的10月份，也就是中共开了那个19大以后，一直到现在，整个这段时间的统计就显示出来，每个月呢，习近平都会有3到4次的缺席。也就是说呢，如果习近平在1个月内缺席人民日报头版要5次以上，我们也许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昨天19号还有今天20号，习近平又连续的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出现霸屏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啊，这其实它本来就是属于一种正常范围之内的变动。我们呢都期望中共它能够发生点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确也需要一种客观理智的来看待当前的这种现状。那么刚才啊，我们也说到了中俄关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简要的和大家说一说中俄关系最新的一个猛料，就是中共呢，它被曝光在俄罗斯战争不利的时期呢，它发动黑客攻击，试图要窃取俄罗斯国防部的关键的数据这么一个事件。就在昨天呢，是一家横跨以色列和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Checkpoint。他们呢就有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啊说在3月23号这一天又发生了一次网络黑客的攻击事件。当天呢是俄罗斯的几所军事研发机构的科学家还有工程师等等都有收到了据称是俄罗斯的卫生部所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这个邮件的主题的信息呢，它看起来非常的引人瞩目，说啊，这是一份因入侵乌克兰而被美国制裁的人员名单的这么一份邮件。但是最后呢，这些邮件呢，它都被证实，它们实际上是由中共政府所支持的黑客发出来的。它的目的呢，是诱使俄罗斯的一些目标人物去下载并且打开含有恶意软件的这份文件。这个 Checkpoint 他们在报告中呢还指出，就说中共的行动目标它是涵盖了俄罗斯研究机构的，就是研究一些机载卫星通信还有雷达以及电子战的一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都是隶属于军事企业的这个俄罗斯的国家技术集团，他们都是属于俄罗斯国防部门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实体之一。这个 Checkpoint 的网络研究负责人叫做伊泰科恩的，他还有明确的指出说，这是一次非常复杂的攻击。这次行动呢，它展示了通常只有国家支持的情报机构才会使用的这种能力，而且啊，黑客所使用的方法和它的代码都类似于以前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所使用的一些攻击。同时这份报告还说说中共的间谍行动呢，其实早在2021年的7月，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战争还没打呢。那么这一次今年3月的黑客攻击呢，它就表明中共正在迅速的利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契机，来达到他们平时不容易达到的目的。那么大家就看到了这份报告它所揭露出来的内幕呢，它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共在战争期间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种趁火打劫，甚至是背后捅刀的行为，对吧？大家要注意啊，这份报告说这一次黑客攻击的时间是发生在3月下旬，它正是俄罗斯围攻基辅失利，陷入到战争泥潭的那个困境的时期。就和我们在开头讨论的习近平发布说要剥离海外资产的那个内部禁令，它其实是处于同一个时期，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会看到中共它窃取俄罗斯国防部这个数据的目的呢，不排除它也是想要掌握俄军在战场上的一些真实状况和进展，
并以此呢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评估。因为这个评估是直接关系到中共自己，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否要援助俄罗斯去直接的卷入战争呢，还是说疏远俄罗斯，避免自己惹火烧身。我们从现在这个结果来看呢，中共在当时应该是做出了俄罗斯在战争中处于不利局面的这么一个评估，从而呢，最终他们选择的食言，也就是说没有去实质性的军援俄罗斯，从而暂时避免了遭受欧美的制裁的打击。我们都知道呢，中俄它虽然表面上宣称说我们合作无上限，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看上去非常好关系，是吧？但是它本质上呢，其实一直都只是一种抱团取暖、相互利用，并非是真正的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这种所谓的盟友关系。所以呢，二者就是中俄之间实际上一直都是一种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关系。俄罗斯自己它也是黑客大国呀，中俄在过去相互之间就说发点这种偷偷摸摸的钓鱼邮件什么的，它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中俄双方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它是有一种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的，对吧？就是属于民间所说的一起扛过枪呢，还要准备一起来分赃的这个四大铁哥们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当俄罗斯围攻基辅遭遇了迎头痛击，正迫切的需要中共兑现承诺你给我一点这个军事援助的时候呢，中共却居然背后下手去窃取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技术机密和战场机密，这个吃相就实在是有点太难看了，对吧？我想呢，普京他在当前这种极端孤立的处境之下呢，他为了避免中俄闹翻，让自己凭空的多出一个强有力的敌人呢，他即便是怒火中烧，恐怕他也只能够选择暂时的隐忍克制。所以呢，中俄表面关系的现状，它仍然会大体上得到一种维持。但是呢，在双方这个面具的背后我相信普京对中共这种毫无信义、变脸如翻书的货色呢，他应该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和了解了。当乌克兰在战场上出现逆转变局，让普京失去了所有有价值的谈判筹码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不排除俄罗斯有可能会考虑把中俄关系本身作为与美国和北约来进行讲和的一个筹码，出现一个大家意料之外，但又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变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疯狂离奇的程度，谁知道它会不会发生呢？好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呢，很快就要开赛了。这个比赛的宗旨呢，它是为了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一种正统的声乐艺术，帮助全世界有才华的华人声乐家呢走上世界的舞台。那么相关的信息呢，我们已经贴在了今天节目的文字说明的下方，也欢迎朋友们都去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2022新唐人第8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将于9月29日到10月2日在纽约曼哈顿 Kaufman Music Center 盛大举办，特邀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歌唱家们担任评委，金奖奖金1万美元。2022新唐人第8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详情请见 vocal.ntdtv.com。